除草整地的时候，顺道挖好了2个凹槽。挖出凹槽的目的，除了是要采用水耕的方式种植竹叶空心菜与白骨空心菜，前者通常是使用热炒的方式，白骨空心菜则是煮汤的烹煮方式为主。由于菜园里的土壤比较湿黏，解决土壤湿黏的简易办法就是把土壤垫高，因此挖出的土壤预计拿来种植需要疏松土壤的山药，这样大费周章的挖出凹槽，日后就可以当成现成的堆草槽或是堆肥槽。这样的规划除草整地，挖这凹槽，功用一多就不会觉得那么辛苦了。由于地底的土壤比较扎实先略微再刨起一点土壤，方便让空心菜发芽扎根。由于空心菜的种子比较大颗，事前先浸泡约6个小时，就可以发现种子冒芽了。种子比较大颗的好处，很容易分撒，就可以很均匀再简单覆盖上一层薄土，很快就可以长出来了。而虽然是要采用水耕的方式一开始得让它长到一定的高度，才能陆续加深水的深度了。现在先使用小型抽水马达进行浇水，这种马达其实是水族缸用来换水的小马达，一个只要几十块虽然速度慢，但是用在需要慢慢浇水的地方却很好用尤其是土壤表面出现板结，很难吃到水的盆栽上接续在另一槽采用相同的方式进行白骨空心菜撒种。嫌浇水速度慢的话，影片后段还有加速整合浇水的办法。因为空心菜非常好种本部影片会陆续介绍一点好用的工具或材料。而空心菜是属于水耕、土耕都非常容易的蔬菜遇到台风时还是很好垫挡的作物采用水耕除了前述的原因之外，这也是要拿来应对急剧变化的天气虽然空心菜不怕水，甚至嗜水但有一种情形，空心菜土耕也会受不了，就是下雨后又出大太阳而水耕的方式却还是很接近原本的生长环境影响自然也会比较小。接续要帮空心菜种子盖上网子这可以避免长出嫩芽时被鸟吃掉外内部是凹槽又有水，也可以防止狗跳进去泡水盖网子的另外目的是可以让空心菜更为细嫩一般长大后若没有狗害直接将网子盖在菜上面就可以了，空心菜自己就可以撑起网子现在支撑网子用的不是粗铁丝而是钢丝钢丝的好处是容易收纳，钢丝收起时就会恢复成原来的直线条状在搭设时也不容易变形，会更为稳固这每根钢丝的长度是8尺，240公分。一根的价格当初是买台币18元比亚克力条便宜非常多就算物价涨了不少，还是相对便宜好用。至于防虫网会派上用场的时间，通常是用在秋冬季的实质花科类种植会在夏日使用，通常不是用来防虫而是用来防风、挡日照跟防止雨水直接扑打菜叶现在因为是要防鸟跟防狗在覆盖时就可以比较随意只需要在网子的底下用夹子夹住就可以用夹子夹住也可以避免网子被风吹掉。而种植空心菜想要细嫩的方法，若是懒得盖上网子，也可以在播种时下手将种子播种的密集一点，
空心菜长大后也会有彼此遮阳的效果。而这小型抽水马达虽然水量比较小，但是不用理会它，只要几分钟，一样可以把凹槽内浇水完毕。需要让土壤慢慢吸水，算是还不错的工具。然而，若是时间有限，想要快速一点浇水，在菜园里又没有地方插电，就可以使用电瓶式的盛水马达。这机车电瓶也可以拿来跟小型马达共用。接下来是快速浇水与降低菜床长草的种植方式。这在地瓜叶种植时有详细介绍过电瓶式盛水马达的功用。由于水量过急过大，因此在零通管上做出修正。要发现问题，才能有办法解决问题。由于日前水流过大，而导致水会出现溢流的现象。菜床如此设计，不只是要便利浇水，还要避免长草，也让蚯蚓往作物上爬，进行主动式松土与施肥。将连接菜床的水管加粗后，水流就可以很顺利的往下一菜床走。这在日后等空心菜长高一点之后呢，就可以再利用水管连接空心菜的凹槽，直接让浇水与施肥一次到位。空心菜的凹槽也是很大的滞洪池。另外调整好水管深度，取水处也可以改成中央蓄水池。开启抽水马达之后，或许就可以在一旁像这样轻松吃面了。这是在 FB 上讲了一个赌神的梗，但或许是代沟，而出现许多人私下问在想什么，在此就一次做个解答与结尾，谢谢收看。哎，我自己有，拿来呀！哎，怎么会有这张照片？你知道这谁的照片？不知道，不过蛮有意思的。光拍背面，哎呀，我拿止痛药了。我花了好多钱买的，是赌神呢。